其实我们来讲这个 S95B 它产品的从外观开始讲起，不得不说的是，三星它的电视造机工艺啊，在目前的这种一线厂牌里面，就真的是第一名。对外观来讲，我觉得 S95B 真的是目前最美的 QD OLED 电视哦，是第一名。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来自于三星的这个最新的 QD OLED S95B 电视。那在2022年的 CES 展上面，其实三星它就已经发布了 S95B 这款产品，但是到今天到这个时间，台湾三星才终于把它请进来台湾哦。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开箱过，就属性很相近的 Sony A95K QD OLED 电视。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好奇说，究竟就是这个 Sony A95K 还有三星 S95B， 他们都是使用来自于三星工厂的 QD OLED 面板。那到底它的色彩或者整个感受差异上有何差异呢？大家都很想要了解。那这部分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明。那先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说传统的这个 WOLED 还有这个 QD OLED 它们的原理的差异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传统的 WOLED 在电视的后方，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发光层，它有很多的 OLED 灯泡，它是发白光。那白光接着会经过一个所谓的绿色层，这个绿色层你就会想象成就是有这个色值，它通过的 RGB 三原色色值，然后最后打到整个前方，组成我们所看到的彩色画面。那不同于这个传统的 WOLED 哦。QD OLED 它是使用这个蓝光 OLED 当做一个底层的发光源，那蓝光 OLED 它接着会去打向这个所谓的 Quantum Dot 量子点材料所组成的这个绿色层。那这个绿色层呢，基本上它只会有就是红跟绿两个这个量子点材料。蓝光 OLED 它发出了这个光，打到这个量子点材料之后，它会激发出红色的光，然后打到另外一种的量子点材料之后，它会激发出绿色的光。那至于蓝色的通道，就让原本的蓝光 OLED 发出的这个灯光直接通过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就会组成我们所看到的 RGB 三原色，然后再组成我们看到的彩色的这个萤幕。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QD OLED 它优势在于说它的这个量子点材料啊，它的光通过的时候损耗非常的小。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像以往的这种OLED 电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绿色层啊会吃掉很多的一个光的一个能量。所以你就看到说 LG 他们为了提升这种电视的亮度，他们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哦。那现在这个三星的 QD OLED 出来，三星就说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 OLED 电视就亮度比起一般 LED 电视不足的这个难题了。基本上这就是 QD OLED 电视的一些所谓的原理啦。那讲完之后，其实我们来讲这个 S95B 它产品的从外观开始讲起。不得不说的是，三星它的电视造机工艺啊，在目前的这种一线厂牌里面，就真的是第一名。以 S95B 这款产品举例哦，一般的电视，这你会觉得说电视的正面当然你要用尽很多心力做，这是当然的。但是在电视的背面 ，S95B 这款产品，我们先说它的薄度，它的薄度最薄的地方可以做到 0.4 公分，但官方的数据是讲说它其实是比 0.4 公分还要薄的。它机身的背面，它也用上这种金属的这种背板。那时候我开箱的时候，我在把它桌放安装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一个电视，当它壁挂，不管是壁挂在墙壁上，或者是桌放在桌上的时候，它的背板你完全是可以无所谓的啊，就是你可以用普通一点的材料。那你看到三星它，也许是它对于这种高阶的机种造机工艺的一种坚持哦，就是它用上这个金属的背板，然后整个看起来都是非常有质感。就算它到中段比较厚的部分，它为了要整个都有金属的质感，就算它中段用了塑胶材质，它也是做这种有点像金属纹的一种处理哦。那我觉得整个对比同样是 OLED 的产品来讲啊，但我不用讲 Sony 了，它不管是 A80K、A90K、A95K， 它走的都是一种很索尼式的风格，就是它不会去追求什么超薄的造机工艺啊，就是它可能就会是以一个机身散热啊，以它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造型去做的。那以 LG 的 C2 来讲，C2 的话，我觉得它跟 S95B 来讲，就是主要差别在背面。它的背面的话 ，C2 就会使用一个比较塑胶的材质哦。那 G2 的话，虽然说它的边框是金属边框，但我觉得相对来讲，它的整个边框的厚度就稍微比较厚了这样子。对外观来讲，我觉得 S95B 真的是目前最美的 QD OLED 电视哦，没有之一，就是它。那我们接着讲到接孔的部分，接孔部分的话 ，S95B 它配备了4个 HDMI 接孔。那这4个 HDMI 接孔都是一个 2.1 的版本，并且它都支援这个 4K 120帧的一个画面的输入，并且都支援这个 VR 还有 ALM 可变更新率。所以不管你是要拿来接电脑、拿来接
这个 PS5，它都是非常适合的。接着我们讲到脚座的部分，桌放架，像有的是两只脚放在两边的形式，那 S9B 它就是一个平台式的在中间。那必须要讲的是说，它的中间这个底座呢，是底下是金属制的，摸起来是非常有质感。当然，它没有像 A95K 一样丧心病狂的用了一个非常重，我记得有10公斤重的一个铁板放在底下。然后另外一个还比较特别一提，就是说 S9B 它的电源接孔啊，不像一般的电视，可能大家看到都是所谓的8字电源线 ，S9B 它采用就是一个3孔的标准的电源接线。好了，那其实就是前面讲的一些规格啊、原理都讲完。接着就到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S9B 这台电视到底它跟 A95K 都是这个 QD OLED， 谁赢谁输，或者是这个感觉都差多少？就大家都想要听到这种很血流成河，然后想要这种充满对抗的这种很刺激的这种言语。就是这两台电视到底比较是怎么样，以及我的想法是如何，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讲。当我看到 S95B 这台电视的时候，真的我第一印象啊，对它整个色彩的感觉啊，我会觉得它跟 A95K 真的是蛮像，不管是亮度，不管是颜色，我觉得都是很接近的。但这建立在用电影模式啦，就是三星它的电影模式，因为它的动态模式来讲，我是觉得整个颜色是有点过饱和了，就是非常的鲜艳这样，更不要讲说它如果你开了这个商场展场模式。那个颜色就是整个是非常太鲜艳了，这样子。真的要说有什么样差别的话，我必须说，Sony 它的 XR 晶片还是感觉是有它厉害的地方的。我们之前有讲说，我常常看那个《惊天抢救》，雷神索尔演的，他最后一幕他倒在桥上的时候，你如果用 A95K 看的话，你看他身上这些，假如说他的血液凝固成一些血块的时候，或者他一些皮肤的纹理。A95K 看起来画面是会更扎实、更绵密的那 S95B 它相对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所谓的肉，或没有那么的扎实。但这不代表说 S95B 它看起来不好，只是我觉得说以画面扎实度来讲，也许 A95K 它是10成，那 S95B 它大概做到了8成、9成，就是它是有差的啦。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这样子看下来，我对 S9B 的感想，我会觉得说，其实 S9B 它的对手啊，应该是所谓的 LG 的 OLED 阵营，就不管从 C2 或者从 G2 来讲，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第一个，你从所谓的定价策略来看 ，A95K 基本上它跟所有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就完全是不在同一个价位带。A95K 65寸，我记得现在定价都刚出来是15万多嘛，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那如果是 S9B 的话，它定价是在我记得是9万多65寸。很尴尬的是，它刚好夹在了这个 LG 的 G2 还有 C2 的中间。但是坦白讲，因为像我们店里面我们有展 LG 的 OLED 电视嘛 ，G2、C2 都有展。我这样看下来，它的整个的亮度，还有它整个色彩的鲜艳度，坦白讲，它的亮度跟 S9B 来讲是有差别的。那 G2 的话，我觉得如果以某些场景那种白光来讲，假如说太阳的一些场景啊，看起来是算接近。但是如果你讲到一些，假如说你要看到一些红色很亮丽的红色啊，你要看很亮丽的蓝色、很亮丽的绿色，那这个时候 S9B 的这种优势就会展现出来。那我在测试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会使用，假如说一些比较像是动画，或者是一些那种迪士尼这种欧美画风的电影。像我这时候我就是使用的这个马里奥兄弟的一个电影的预告片。我那时候用这个预告片测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用 S9B 看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就是说，我记得有一幕场景，他们在开那个马里奥赛车，然后在那个有点像彩虹桥上面跑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画面，我真的觉得哇，这么讲。你用 S9B 的时候，那个整个色彩的鲜艳，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是你相机或肉眼看都马上一看就跟 G2 就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的压力都落在了 LG 身上，就是看今年的 CES 展 LG 能端出什么样的好产品来应对这整个 QD OLED 的发展。因为我觉得在最近这几年啊，电视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不一样。虽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电视啊，他们不只要当一个好的所谓的显示器。他们更从周边的一些功能来开始做竞争了，就是你电视本来你做的画质好是当然的嘛，那像三星跟 Sony 他们自己还有在做所谓的音响，所以他们更主打说哦，我的音响跟我的电视组合，那效果会是更加倍的。但 LG 的话只是讲说哦，我有整套的智慧家电，所以我的这个电视我可以跟我的智慧家电做整合，我可以用我的电视去监看智慧家电们的状况，甚至在以后我还可以用我的电视说不定去命令我的家电们去做什么事情。那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讲到说这个所谓的飞利浦
Flip 他们主要就是灯具嘛，然后还有这种电视的话，他们就讲说，我的电视跟我的灯具可以搭配起来，它可以做这种情境光源的一个整。所以基本上时至今日各家电视厂商都拿出浑身解数的这个招式，想要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讲也是一种大家乐于见到的一个事情啦，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声音，我都忘了讲。这款 S9B 令人惊艳的，除了我刚刚看到它的画面之外，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声音。我拿 A95K 做对比好了。A95K 的话，我觉得它的声音来讲，基本上它电视里面最顶尖的一个声音的存在。那 S95B 的话，我觉得它的声音跟 A95K 的差异在于说 ，S95B 的低音，我觉得应该印象里面应该比 A95K 更强。但那人声它没有像 A95K 那么细腻啦，但是以他们在有价差的这种前提来讲的话，而且重点是它机身还那么薄你一般很薄的机身啊，你是很难发出这种比较重的或量感比较多的低音的。但是 S9B 的低音真的有让人感受到那种，甚至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只买 S9B 回家，我可以用我的 iPhone 也要 AirPlay 到这个三星的 S9B 上面听音乐，我都觉得都是一种享受这样子。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铁达尼的经典，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有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让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集？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보란듯이 무너졌어 바닥을 뚫고 저 지하까지 엊그처럼 잡겠다고 저 높이 두 손을 뻗어봐도 다시 캄캄한 이곳에 light up the sky 네 두 눈을 보며 I kiss you bye 실컷 비웃어라 꼴 좋으니까 이젠 너의 하나 둘 셋 How you like that? You gonna like that? D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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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w you like that? How you like that? D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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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那另外我再提一下，就是我在玩这台 S9B 的时候，发现它有一台很有趣的功能，叫做智慧校色。那就像之前的 Apple TV 不就讲说，你可以用所谓的 iPhone， 然后你就摆在画面的中间，然后借由相机的镜头去侦测，电视会打一些色卡，然后来侦测画面嘛。然后三星它的这个智慧校色的这个功能，同样跟这 Apple TV 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在于说，你现在你不需要再外接什么东西，你就直接准备有一支三星的新款的手机，或者是你用 iPhone， 然后搭配这个 SmartThings 这个 App， 就是三星他们的一个遥控的 App 就可以执行了。当然，以手机来做校色这个事情，当然是属于一个玩票性质的就是它准不准，就是你要知道校色，很多人为了校色，他是买了不要说10几万、20-30万都有这样子，这个工具真的是一个钱坑，就花不完的。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整个校色的流程或是知识上面，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发展。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常常在讲说啊，三星的电视的颜色都太鲜艳、太过饱和、太过曝、太亮了。那你在使用这个校色模式之后，我觉得它出来的这种颜色啊，就真的是会跟平常所看到的这种三星韩式的风格是非常不一样。我录个几段，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种三星它在动态模式、标准模式，以及在于这个电影模式，还有校正完模式的差异。就我们可以穿插一段给大家看一下。
Setsuko. Oh my god, okay. Not sure if you know who I am, but I'm about to rule the world. Wow, yay. But there's one problem. There's a human, has a mustache, just like you. Do you think I know every human being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n identical outfit with a hat with the letter of his first name on it? Because I don't. Bowser is coming.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stop that monster. How? Look at us. We're adorable. Oh, I got this. No problem. Yes! Come on, Mario! Our big adventure begins now! Ah, get it off, get it off, get it off! There's a huge universe out there with a lot of galaxies. They're all counting on us. No pressure.好，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这个校色模式，然后就给大家秀了一下，说它各种不同的电视的预设值所出来的一个颜色表现呢。那接着其实我刚才忘记跟大家讲说，就三星它目前 S95B 啊，它支援这个高通动态范围，目前是支援这个 HDR10 Plus。那三星家的话，目前他们都不支援所谓的杜比世界。可能很多人会很 care 说，哦，三星都不支援杜比世界，那像 Sony 跟 LG 都有支援。但是关于 HDR 还有杜比世界这个事情，也许我们之后也要找个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但总结来讲，我觉得以目前来讲，支不支援杜比世界并不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事情。我觉得并不会影响 S95B 它成为一台好电视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因素。总结来讲，我觉得 S95B 啊，就是以目前市场上来看，如果你有考虑 LG 的这个 C2 或是 G2， 或是你在考虑说 Sony 的 A80K、A90K 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入手这个 S95B。但当然，如果你跟 LG 家的 OLED 比起来的话，如果你是有这个要接电脑主机玩乐的这种需求的话，现阶段可能 G2 还是会比较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是接电视流热器或者是以观影为主的话，我觉得 S95B 是只要在你预算有达到，甚至如果你有考虑这个 X95K 这种等级的 Mini LED 电视的话，你也是可以考虑看一下 S95B 之后再做决定的。因为我觉得 OLED 电视的这种它的整个暗到亮，我们常常讲说，OLED 电视它的对比是应该说接近无限的，因为它的黑就是纯黑，那它的亮，如果现在是 QD OLED 的话，它就可以达到非常亮的一个规模，那看起来真的是，我觉得不只是暗到亮这个色阶的表现令人感觉过渡的很滑顺哦，它的整个从暗的红到亮的红，然后暗的蓝到亮的蓝，甚至这样搭配起来之后，一个彩色奔腾的一种视觉上的呈现，我觉得真的都是很令人难以，就你一看到它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 QD OLED 产品的时候，你就会脑海里基本上你是忘不了它了，所以真的让人就是目前这个初代 QD OLED 产品，他们当然刚出来，整个妥善率或者是整个这种寿命到底是怎么样，大家还不知道。但我觉得这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多的期待，就觉得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电视发展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纪元呢？尤其在近几年，真的是 4K 的录影已经慢慢的普及了，更不用说，我觉得在3、4年、4、5年之后，也许下一个世代 8K 世代就真的会很快的就会来临了这样子。那到时候 4K 120帧、144帧的游戏，也许都会丰富了起来。哦，题外话，有外国的一些评测者他们在测试，他们有讲说 S95B 它支援电脑输入这个144帧的画面。但是其实三星的官网竟然都只讲说它支援120帧的画面呢，
那对于这点，其实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以现阶段来讲啊，144帧 4K 它并不是，当然也不是一个会影响你去选择电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以电脑来讲，你现在用到就算用到了 NVIDIA 最高阶的4090的显示卡，再配上 Intel 最高阶的 13900K 的这个 CPU， 基本上你玩3A 级的大作，你还是无法特效开到最高，然后光追的效果全开。基本上你 4K 120帧要稳定跑满，应该也是蛮难的啦。所以在最近的这1-2年的游戏或者是硬体规格上，我觉得 4K 144帧当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也许在明年后年 PS5 Pro 发布之后，这些事情都会改变，也说不定。好啦，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是对于说 S9V 在电视有任何的兴趣，都可以私讯我们麦氏音响的官方 LINE 还有脸书粉丝团。当然，我们麦氏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支持者们，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优惠的粉丝优惠价。那有什么想说的、想要听的，都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区留言哦。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